不只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些改变，特别台美的这些外交有许多的一些升温哦。然后很多人也谈到，刚刚这个老师也提到，欧洲的部分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毕竟欧洲曾经也受过共产党的非常多的这些次色力量的威吓哦。最近也因为这个美中的这些角力的升温哦，慢慢的这个欧洲跟台湾的关系哦，其实在最近来讲，同样也是升温不少。这部分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台湾跟欧洲这些升温之后对中共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威胁，或者他们可能面临的挑战会是什么呢？现在中共对台湾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声援呢，当然是心存不满的，嘴上也会骂。但是呢，中共也有投鼠忌器的另外一面。就我们讲说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就是我们要有国际化的眼光来看世界局势，还有各国对台湾的态度。所以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中共的行为。欧洲国家呢，现在暂时还不是台湾问题的直接当事国，那美国和日本才是最主要的直接当事国。那么美国和日本对守护台湾安全的立场和行为，不但会影响欧洲国家的态度，而且也会间接影响中共对欧洲国家的台湾问题立场。因为中共到现在为止，他还不想马上就变成世界孤立国，他还需要经济全球化。因为万一要是世界孤立国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中共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就会被逐渐孤立，被边缘化。那对中共来讲，也同样是一件要他命的事情。所以我下面呢，我想我不再继续谈欧洲的这个声援了，因为声援就是声援。那么台湾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声援，还要有这个国家安全上的考量。那么谈到国家安全，无非就是台湾的国家安全，首先就是美国和日本这两面。那从中美关系从长期来看呢，现在是已经进入冷战状态，那不可能再真正的回暖。现在中美双方都是一面扩军备战，一面保持外交接触。那美国的目标是很简单的，保住自己也保住台湾，因为丢了台湾，美国也活不好。甚至可以讲，如果丢了台湾，东亚就糜烂了，全球经济上受到巨大的冲击，世界和平将被中共摧毁。这就为什么12月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了路透社主办的一个叫做 Next 虚拟视频会议。他在发言的时候警告讲说，如果中国在台湾海峡掀起风波，对台湾实行武统，将是潜在的灾难性决定，将招致可怕的后果。中国领导人应该慎重考虑他们的对台行动。布林肯说，在这里我再次希望中共领导人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贸然引发一场危机。我认为这场危机会给很多人带来可怕的后果，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中国将首当其冲。那布林肯讲的话蛮严厉了，他还指出说，中国近年来一直试图改变台海现状，实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那么当时这个会场的人有人通过视频问布林肯，那美国是不是会承诺在中国大陆攻台的时候派遣军力协助？布林肯的回答是，我们一直都非常明确，多年来我们承诺确保台湾拥有自卫的能力，我们将继续履行这一承诺。那么当天的这个会上呢，他是把台湾称为创新型国家。那么这是外交官的话，我们都知道外交官是负责戴着白手套和对方陪笑脸的，他们的话呢好听，不一定真有用，真有用的是军方。所以我下面还介绍一下美军最近的行动，因为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的节目没涉及到这方面，而最近美军和日本都有很多新的动作，都事关台湾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那11月下旬，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的海军第7舰队在日本附近的海域进行了1个星期的演习，任务是练习打击印太地区的海军目标。这个海军目标也许就是中共的航母舰队。那么日本呢，这个公布新闻时讲得很含蓄，他没有说美日联合要打击这个海军目标是哪个国家的，
但是美国有一个网站叫任务和目的网站，11月29号他报道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第7舰队最近在日本附近举行了这个叫做联合战术演练和模拟打击，一共6天。美军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这个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那么参与演习的部队包括住在日本本土、日本冲绳，还有住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的部队。那美国官方的新闻稿是说呢，这个训练活动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可以练习致命的海上行动以对抗同级对手。致命是让敌人致命啊。美方的训练稿，这个新闻稿说呢，这个训练非常有价值，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完善联合海上打击的战术、技术和流程，还为我们提供了对多样化组织结构进行指挥和控制的机会，可以应用于未来的类似行动。那这个新闻稿，美军的新闻稿没有具体说谁是假想敌，但是从演习的地域还有美军的最近的动态，可以明确的看到指向中国。那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指挥官 Roger Turner 讲得非常明确，他的原话是：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我们需要为此进行训练。美国的这个西方媒体的报道说呢，五角大楼现在是在专注于与大国竞争，这主要是中国，通常意味着是与中国的冲突。那美军领导人一直公开表示，他们会定期的关注中国周边的事态发展，并专注于确保美军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那么具体的就是涉及到一个关岛了。关岛呢是美军支援台湾防卫的重要基地之一，它的自身的安全决定了对台湾的防卫能不能有效的支援。那么同时呢，关岛又是第2岛链上的一个关键一环。那中共已经明确表示说，它有攻击关岛基地的能力和打算。那华盛顿呢有一个智库叫做战略国际研究中心，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导弹防御项目。这个项目的主任是 Tom Caraco， 他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我们不能保卫关岛那里的空军基地和那里的其他设施，我们就很难向太平洋投射力量。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保不住关岛就支援不了台湾。那么关岛是太平洋上美国的领土，有19万美国平民和军人住在那里。那关岛呢，它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基地距中国是1800英里，算是美国领土上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军基地。那么由于中共轰炸机现在是能够发射打到关岛的巡航导弹的，所以美国早就在开始关注关岛可能面临的威胁。8月13号，美国海军研究所的网站介绍说，美国国防部的飞弹防御署主任向国会报告讲，美国已经在准备保护关岛不受中国远程飞弹的威胁，这样一个防飞弹的防御系统。那么10月7号，这个官网还说呢，美国现任国防部副部长 Kathleen Hicks 他也表示说，中国持续的这个军事扩张构成了对关岛和夏威夷的日益增长的威胁。那么他的看法表明说呢，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对于中共从西太平洋地带发起进攻，威胁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海域的这种扩军备战活动，美军是既高度警惕又有历史上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这美军是很容易识别中共的军事扩张的战略意图的。那么最新的消息是11月9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为了增强这个关岛的防御系统，已经引进了以色列的一种叫做铁穹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关岛，并且已经开始测试了。以色列这个铁穹系统很著名的，它拦截了从巴勒斯坦发射过去的各种火箭弹甚至迫击炮弹。现在美军的军事规划人员呢，正在关岛安装和测试这个系统，是为了防御中共轰炸机发射的巡航导弹。这个铁穹防御系统呢，是以色列一个叫做 Rafael 这个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和以色列航太工业集团研发制造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美军一直有投资的。这个系统呢，是由发射模块、雷达模块、操控模块和检测模块组成的。它由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一种叫做 Tamil 导弹拦截导弹，去拦截对方来袭的火箭弹和导弹。一般认为是拦截范围是40英里，属于末端拦截系统。
它的功能是保护这个人口稠密地区和这个重要的这个国家的资产，包括军事资产。同时，它也可以拦截火箭炮、短程导弹和无人机，拦截的准确率达到超过90%。那么，五角大楼曾经指出过呢，中共的轰炸机现在可能发射一种叫做长剑20的巡航导弹，对关岛构成威胁。那么，这个铁穹防御系统已经显示出来，它可以拦截一些这个速度低于音速的巡航导弹，比方讲长剑20就是属于这个它可以拦截的导弹。那么今年8月份，美国陆军在 New Mexico 有一个白沙导弹靶场，在那里测试了这个铁穹系统，就一下摧毁了8个巡航导弹，所以它可以证明它可以摧毁中共的这个巡航导弹的攻击。那么以色列国防部当时有一个声明说呢，美国陆军的铁穹系统是为了保护部队免受一系列威胁，包括受巡航导弹、无人机系统、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的威胁。那关岛的美军从这个月开始，就12月，已经开始操作铁穹系统，并且把这个系统和它关岛原有的各种导弹防御系统合在一起训练。另外呢，美军今年9月份陆军的防空导弹防御司令部已经委托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公司生产铁穹系统的替代品，也就是说，美国要生产自己的铁穹系统。预计第一份这个订单呢是2023年后年9月交付。那对美军来讲呢，这个铁穹系统只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它可以拦截从陆地或者轰炸机上发射的导弹，但是它拦截不了从太空飞来的中共的弹道飞弹。所以目前美国还在制定单独的计划，要加强关岛基地呢对远程的弹道飞弹的防御，这里边就包括要使用经常用在舰船上的那种宙斯盾导弹飞弹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现在亚太地区各个国家都在投资导弹技术。今年美军取消了对韩国导弹射程的限制，所以韩国已经批准了资金了，将要开发自己的铁穹系统。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现在希望呢，日本也要开发这样的导弹。那日本呢，其实最近有一系列的表态和行动，看在中共眼里是相当严厉的。我这里特地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些日本的表态已经表明，日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如果中共要是设法占领台湾，日本面临亡国的危险。美国之音12月1号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参加了在台湾的一个智库的视频研讨会。那么他在会上呢做了一个视频演说，标题叫做《新时代日台关系》。他发言时候讲说，武装侵略台湾对日本会非常危险。然后下面我引一段他的原话，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在北京的人，尤其是习主席，绝对不应对此有误解。”那安倍晋三是去年以健康原因卸任的首相，上个月是开始接任日本自民党这个执政党最大派系的领导人，所以他对日本政府的政策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呢，他的这番讲话其实体现了日本政府外交上的习惯做法，就是说让外务省和防卫省留在二线，由半官方身份的人出来讲最严厉的话。当然了，你可以把安倍的这番话解读成个人意见，但更大程度上他是在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共发出日本人可能讲出来的最严厉的警告。我们台湾有很多人了解日本，熟悉日本，那么稍微了解一点日本文化人都知道，日本的政商界人士交换意见的时候，特别和对外国人交换意见的时候，如果与对方意见分歧的话，是很少像美国人那样毫无保留的直抒己见、直击要害。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用语会非常委婉。那么一旦日本人放弃使用委婉的口气，而像美国人一样表达不满的话，这种姿态的严重含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个安倍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日本共同社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用的是这样另外一个表达，就是台湾有
危急状态，就是日本有危机状态。所以有事在这里已经不是一般的事了，是讲的国家安全的危机状态。所以它的日文的原本含义，共同社的译法是很准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是日本决策圈的共识。我记得我在10月21号的节目里介绍过，今年7月底的时候，日本有个智库叫东亚情势研究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那么然后引起了日本政决策圈的讨论。当时日本有一个前参议员叫江口克彦 Katsuhiko Eguchi， 他当时说过，在日本还有在台湾，这个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已经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还补充一句，他说台湾有事也是美国有事，因为台湾一旦被中国侵略，日本尤其是冲绳群岛自然会被中国控制。以此为立足点，中国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那么日本现在政治家和官员在不断的强调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啊，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都知道日本不会轻易随便的强调中共威胁的，他一直很注意维持一种比较稳定的中共的关系。包括这次奥运会、冬奥会，他也没有表示抵制，就是他在外交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但是日本现在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中共的军事威胁，而这种军事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大。我举一个数字，我们说这个共军的扰台、飞机战机扰台，这个次数非常多。那大家知不知道共军飞机侵扰日本程度可能和台湾差不多？从2013年开始，日本航空自卫队因为中共的空军战机接近领空而紧急起飞的次数超过400次。那么大部分都发生在离台湾非常近的宫古群岛周围。那宫古群岛在哪里呢？在台湾东部。其中宫古群岛最靠西的那个与那国岛离宜兰县的海岸只有110公里。天晴的时候，在与那国岛上就可以看到中央山脉的，就台湾的中央山脉。所以如果中共攻击台湾，那么要支援台湾的日本自卫队或者是美军都住在冲绳，他们从冲绳出发要往西南到台湾这边来，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都必须经过宫古群岛。那么中共要阻拦或者切断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对台湾的支援，也一定会在宫古群岛发生和美日军队的对抗。那这种对抗意味着什么呢？日本将被迫卷入中共攻击台湾的战争。那么中共空军在宫古群岛附近这样大规模的长期的飞行，它的目的可能至少有2个，一个是测试日本防空系统的反应，还有搜集日本防空系统的这个电子资讯，再一个就是为在那个地区和日军作战展开演习。这就是日本不得不准备应对中共攻台威胁的原因之一。那还有第2个原因，就是说一旦中共占领了台湾，就突破了第一岛链，那就可以从日本的南方对日本实行军事威胁，包括封锁航道、阻止正常海运，让日本陷入经济困境，当然也包括封锁和孤立日本冲绳西南方向这一系列岛屿，也包括宫古群岛在内的。这样的话，日本将直接面对中共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勒紧绞索，然后日本就陷入生存危机了。那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日本是不仅在外交上明确表示说不会忽视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而且清楚地表示说，日本非常了解中共攻台的战略意图，那个意图就是下一步将危及日本的生存。那么日本现在已经在与那国岛增加军力，准备进驻飞弹部队，还要加强在宫古群岛的防卫。那么最新的情况是说，12月6号，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下面这段话请大家注意听一下。这段话在我看来是对中共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和威胁。我们知道日本从来不会威胁中国的，这回日本新首相威胁了。他在施政演说里讲到说，日本在日益升高的地区威胁面前，将采取措施强化国防，并将探讨包括获取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在内的所有选项。
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如果日本面临了中共攻击台湾的这种状况的发生的话，日本可能要直接打击中共的基地。中共基地在哪里？在中国。就是说，日本准备主动参战，这是他的表明的意图。说他现在当然是探讨的，但是日本在做这样的备战，有了这样的战略的思维了。那么11月26号，日本政府已经批准，他现在这个2021年军费开支已经达到创纪录了。那么他准备在目前的53000亿日元的这个基础上，把今年的这个军费再加上7700亿日元的额外军费支出，为的是加速采购导弹、反潜飞弹和其他的武器装备，应对中共。那么日本呢，现在是有一个规定，说是国防预算呢不能超过 GDP 的1%。那现在岸田政府已经计划说要把国防预算再翻一番，达到 GDP 的2%。我不太清楚台湾现在这个军费占多少，我想日本已经在做了。那么这个以上我们谈的这些，就是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外部状态。很显然的，这样的局势就不是说两句9·2共识就可以化解的。那么我们回到欧洲国家的道义和外交声援，当然很可贵，也很重要。但是对台湾来讲，真正让中共忌惮的还是美日两国的扩军备战。而对欧洲国家来讲，中美冷战的格局越来越清晰化，那么他们对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会重新评估。所以今后台湾和欧洲国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改善。